大家好，这里是疯牛爱世界。大清帝国，清朝，国祚268年，是一个封建王朝。对于清朝，人们褒贬不一，不可否认，清朝是一个失败的王朝。但纵观古代和近代史，它依然是历朝历代中的佼佼者。那么，真实的清朝到底是什么样？生活在清朝的人们又过着怎样的生活呢？这是一本外国人出版的画册 Things Seen in China， 作者是 J.R. Chitty， 他走遍了北京、上海、南京、广州等地，用镜头记录下了这个古老帝国的历史痕迹和普通民众的生活。这些照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历史窗口，让我们能够一窥清朝人的真实生活。原片是模糊的黑白照，进行了清晰度修复和适度上色，老照片搜集不易，值得珍藏。清朝末年，北京正阳门箭楼前景象，一辆辆马车排着队从城门里驶出，走过正阳桥和牌坊，牌楼上正阳桥的匾额是满汉文。在北京，无论是内城还是外城，城门箭楼上都没有匾额，只有正阳门上有满汉文匾额。清朝末年的紫禁城看上去十分荒凉，大殿前的广场和石桥上长满了杂草，一名男子站在石栏边，他是摄影师 J.R. Chitty 请来的向导。在游览紫禁城时，可能摄影师觉得皇宫空荡荡的，于是就将这名向导拍进了照片里。照片中这名年轻帅气的男子家境殷实，身份是满族王爷，他身穿棉袍，头戴棉帽，正襟危坐，气度不凡。身后站着他的妻子，貌美如花。在屋檐下站着的可能是他的几名小妾以及其他家眷。在封建时代，小妾的地位很低，比不上正妻。1890年，在衙门外的柱子边立着一只木笼，里面关着一名被捕河的盗，他与另外几名同伙经常在内河航道抢劫过往船只，老百姓怨声载道。这名河盗最终还是被抓住，判处死刑。他站在木笼里，每天抽掉脚下一块石板，直至被吊死。清朝末年，明十三陵内一座大殿前，两名游人在休息。明十三陵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天寿山路，山明水秀，景色宜人，共埋葬了13位皇帝、23位皇后、2位太子、30余名妃嫔、2位太监。仔细看，当时的大殿柱子有裂纹和脱落痕迹。1900年，位于广州沙面的租界景象。沙面是个小岛，位于珠江边上，南滨白鹅潭，北隔沙基甬。1861年后沦为英法租界，曾有10多个国家在沙面设立领事馆。可以说，沙面见证了广州近代史的变迁。照片中2名当地人站在榕树下。清朝末年，一名乞丐站在北京郊区的水塘边，他是这片区域里的乞丐头领，在丐帮里有一定的声望。他身上绑着很多破布，手里拿着一根棍子，顶端装饰着一些布条，这难道是打狗棒？他手里拿的棍子就是权力的象征，附近的乞丐应该都听他的。照片中这名男子是一名海军军官，他是炮艇上的一名指挥官，主要负责长江下游防务。他身穿朝服，在院子里与自己的妻子和16岁的女儿合影，妻子的服装上也有补子，他被封为诰命夫人，女儿长得也很漂亮。这名军官面目和气，没有一点架子。清朝末年，上海南京路上景象。当时的南京路已经相当繁华，商业氛围浓郁，街边商铺都在开门营业，锦城楼的招牌十分显眼，看上去像是茶叶店。大街上行人老王穿梭，一名黄包车师傅拉着车从街上走过，画面很有年代感。清末，一个富贵人家的女眷坐在一起拍合影，坐在中间的女子应该是正妻，地位非同一般，簇拥在她周围的女子很可能都是小妾或其他女眷，年龄和长相各有千秋。在过去，这样的场面
只有在大户人家才能见到。100多年前，北京郊区一家饭店门口，2名驯鹰人挑着几十只训练好的鹰去集市上售卖。这些鹰看上去像是海东青，一种很名贵的鹰。清朝时期，老北京人玩鹰风气盛行，上至王公贵族，下至黎民百姓，很多人爱玩鹰，而驯鹰更是一门古老的技艺。清朝末年，奉天街头，一名卖茶汤或者是油茶的男子扶着一只大铜壶，正在为顾客沏茶汤。这是北方一种独特的美食。大铜壶镀糖内点煤炭，沿着镀糖盛水，茶汤就用烧得滚开的水直接冲入放有茶汤原料的碗内。这张照片拍摄于当时的广州街头，夜幕即将降临，几名守夜人从街上走过。这条街道很窄，光看顶棚上悬挂的数不清的广告牌子，就能知道这里店铺林立，远处房屋鳞次栉比，一眼望不到尽头。清朝末年，上海街头，一名印度人站在路边看书。有人说这是100多年前的南京路，看上去十分繁华，街边建筑古色古香，店铺的广告牌子琳琅满目。路边停着一辆黄包车，车主正在等待载客。如果说有哪一座城市能够代表江南水乡，那一定有苏州。一座石拱桥下，船只来往穿梭，岸边有不少女子在洗衣服。这座流淌着千年运河文化的江南古城，续写着苏州人与大运河相依相生的多彩故事。在一家木材加工厂，2名工人正在拉大锯，将一根原木分解成板材，在他们身后还堆放着很多竹竿。一名工人看到摄影师对着他拍照，好奇地回过头。这张照片也是拍摄于广州沙基东约，一座石拱桥横跨在河道上，桥下船只来往穿梭，桥头有一额门楼，门楣上写着沙基东约4个大字。清朝末年，位于上海的一家茶楼里，说书艺人正在台上表演精彩节目。这家茶楼内部装饰豪华，也很有档次。台下观众坐在桌边，桌上摆着香茗，一边听书一边喝茶，生活真是很惬意。100多年前，浙江宁波福金会馆里，一名男子坐在台阶上，会馆内建筑雕梁画栋，近处这尊石狮子活灵活现，威风凛凛，大殿立柱上雕刻着精美的盘龙。在过去，会馆一般是同乡人所建立的专供同乡人集会机遇的场所。这是位于南京的一处陵墓前的石像生，2头大象相对而立，看上去非常庞大，高度有3米。一名当地人站在石像跟前，显得那么的渺小。清朝末年的长城看上去巍峨壮观，犹如一条巨龙在崇山峻岭间蜿蜒盘旋。不过有些城台已经坍塌，3名男子坐在一处断壁残垣之间，好像是摄影师的助手。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。清末，香港一处码头附近景象，船工们驾驶小船，正准备出航，远处水天一色，烟波浩渺，有数不清的大小船只。100多年前的香港，看上去跟现在不一样。这张照片拍摄于北京郊区，一对骆驼从石桥上经过，驼铃声传得很远。骆驼耐力好，负重大，在过去，骆驼是北方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。清末，北京颐和园景象，远处的万寿山清晰可见，山前是昆明湖，湖水清澈，一眼望不到边。一名游客坐在石栏上，双手抱着石柱，若有所思。清朝末年，北京景山附近风光。景山过去叫眉山，是元、明、清3代的御苑，山上山峰独秀，殿宇巍峨。山东有5座亭子：富览、吉坊、万春、关庙、周赏，每个亭子都有它独特的风景。照片中，一名男子赶着马车等待载客。
清朝末年的北京护城河边，一名男子正在河边放牧鸭子，他挑着2只竹笼，等放完鸭子，将鸭子收回，挑着带回家。从照片中看，当时的护城河水青暗绿，风光旖旎。这张照片拍摄于广州，横跨在河道上的这座拱桥叫西桥，曾名英格兰桥，英国人于1861年建造。该桥位于今珠江白鹅潭北岸沙面旅游区内，靠近人民桥、人民高架、山木兰路和康王南路。清朝末年，一名男子吸着旱烟，从喇嘛寺里的月亮门里走出来。这座寺院雕梁画栋，殿宇众多，看上去规格很高。清朝末年，北京紫禁城外西北角景山南路大高玄殿前有3座牌楼，其中西牌楼上有西牌楼，红有天明4个大字，牌坊前有当地人在休息。好了，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